真相是这个，有降息的期待美股会涨，没有降息的这个时候啊，美股还是涨。为什么？他说是 AI 嘛，说了半天美股就是涨嘛，那美股带动台股嘛。所以呢，如果你期待台湾走20年的上升趋势的话，好几年后，说不定我们会看到。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王聊财经》，我是主持人刘宣彤。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来宾是总经的专家吴家龙老师。那我们要一起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到底台股最新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又怎么预判啊？那欢迎吴老师。主持人，欢迎各位观众来看这个节目，我们会提供独家观点。好，老师，我想我们就回到2月20号，我们曾经录过一集，那时候台股才18000多点，可是呢，您当场就讲出你看到24000，没想到4个半月就达这，其实我们这个应该比你预期还快吧？对，因为当初讲的时候，坦白讲有一点超前，很多人都会大问号，真的吗？但是现在看起来，因为已经实现了，所以现在回头去讲这个，到底什么因素让台股这样涨？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节目，带大家一起追踪全球的政经趋势以及了解产业状况。同时呢，2024年也是财讯的50周年，不论您是加入频道会员，还是针对节目留言赞助，都能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是我们要回到基本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简单讲一个结论，就是台股包括台积电在内在走一个长期上升趋势，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也很重要的一个算是历史现象。对，这个呢就呼应到这个谢金河先生讲的那个台湾在走上升的国运。那一个重要因素是红色供应链对台湾企业的挤压消退。是这个很重要，因为过去20年从陈水扁时代的双低，就是记忆体跟面板，到马英九时代的太阳能面板，到蔡英文时代的这个讲风力发电、清洁能源等等，像这些产业坦白讲方向都对，但是呢在陈水扁马英九时候并没有像蔡英文时代带来台股的这个攀升。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从蔡英文上任的时候，当初是8-9千点了对，说1万点以下，然后到现在他卸任的时候是21000点，在台湾股市历史上不一定绝后但是至少空前空前。所以这是对投资人来讲，这是很重大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要去了解背后的意义，以及将来可能产生的演变，包括会不会成为泡沫。我们利用这个节目一口气把泡沫时代的投资思考来做一个完整的陈述。那我们就要先从什么叫做泡沫，其实泡沫的定义到底是什么？简单讲，泡沫就是资产的评价，英文叫做 asset valuation， 资产评价过度高估。但什么叫过度高估对，我们经常用的那个尺度就是本益比，因为 EPS 走高，股价走高，这个正常。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对股价的那个2个元素一个是预期中将来的 EPS， 不是现在因为股市是往前看，接下来的 EPS。我们曾给它一个倍数，这叫本益比嘛，这个大家投资人都明白。如果你 EPS 上升，本益比固定的话，那股价走高这个正常。但是如果 EPS 走高的过程当中，你的本益比也跟着放大，比如说我 EPS 上升引来乐观的投资人的这个情绪，本益比从15倍、20倍、30倍，甚至于到50倍、60倍，你说30倍以上的话，那几乎绝对有泡沫风险。问题在于说，请记住，泡沫会产生必然有它背后的原因，我们会等一下马上解释。是，那这个原因不会马上消失，所以泡沫会持续吹一阵子，不会马上破掉。有资本主义以来就有泡沫包括早期的什么郁金香泡沫、密西西比泡沫、南海泡沫这些经典级的泡沫，然后一直到20世纪上半期的时候，有一个汽车工业带来的泡沫，就是1920年代那个泡沫，最后1929年10月泡沫破掉，带来经济大萧条。再来就是1990年代那个叫做网络泡沫这是商业泡沫。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人工智慧 AI 的泡沫注意泡沫有它的驱动力量，然后它会有一个过程展开，它不会马上破掉，可是它将来一定破掉。我们简单讲，泡沫的前期跟后期投资策略不一样。好，现在我们来讲泡沫的背景。通常当时的政府的经济决策有利于企业的一个大环境，创造一个对企业友善的大环境，比如说减税，会刺激企业投资嘛，做研发等等，买设备等等。那比如说控制货币供给，控制通膨，没有通膨的环境，企业经营比较有利嘛，等等。结果呢，企业增加投资，增加研发，然后追求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以后会产生技术汇流的效果。我说明一下，回想当初网络时代，这里做一点 APP， 那里做一点那个流通速度的提升，什么什么，方方面面很多人在不同的这个领域里面去做研发，对，做突破。结果所有这些东西汇合起来以后，网络来了。网络的那个使用开始那个更有效率了，对不对？是这样叫技术汇流效果。然后呢，形成产业革命这个很重要。所以产业革命之前有一阵子酝酿铺陈，然后产业革命发生以后会怎样？技术跟应用的开发会此起彼落，大家纷纷跳进来然后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呢，市场会出现乐观情绪，因为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原来用景气的概念来看，就是好个半年、1年，了不起1年半，对不对？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于是整个市场情绪会乐观。不再担心景气的那个衰退来临，然后呢，行情呢开始由本益比变成了本梦比。本梦比的话，当然大家都就是想到未来了，对，这个是我们股市的那个用语嘛，大家很了解。所以强调一下，技术本身不是泡沫化的对象，会流传下来，不断更新，叠加上去，是企业的那个股价、那个行情才会泡沫化，一定泡沫化。很多人说，现在很多技术从网络到 AI 人工智慧都走入生活，变成现实，没有泡沫啊。我说技术当然没有泡沫，技术会一直发展下去，会流传下来。但是股市是有做那些企业的那个股价，那个行情泡沫所以你要区分这两个概念，因为 EPS 本身还不解释泡沫，是倍数那个本益比才解释泡沫。比如说我一股赚3块，如果正常本益比15到20，对不对？45到60正常。如果你现在到120、100、120，那超过嘛？如果你再继续飙下去，那更超过，那个超过的部分就是泡沫嘛。就是你对未来的成长的这个评价一直拉高嘛。对，你讲的对，就是这个意思嘛。好，现在讲资产泡沫有3个特色，第一个心理上过度乐观，投资情绪、投资行为很讲究这个再来呢，你会可能过度举债，就是拿融资融券交易，可能会借钱来买股票这样子，杠杆比例拉高，对泡沫观察来讲很重要。再来呢，过度从众。过度从众的话，就是说隔壁都买台积电了，我就盲从了，就所谓的盲从、跟风、一窝蜂现象。如果时代周刊的封面在讲股市，你时代周刊、新闻周刊这种是一般性刊物里面特别来讲股市，变成后面故事的话，那就是过热。所以后来有人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嘛，就是市场过热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嘛，是这个意思。可是到底现在我们台湾有没有这种状况？你说过度举债，其实我们上公车都曾经听到公车司机在讲抵押贷款房子，然后再去买 ETF 买什么等等的。前一阵子有很多这样的新闻，台湾有没有过度举债的状况？目前看起来还没有，看起来是还没有。目前看起来还没有。然后呢，过度从众的话呢，要观察的就是说，是不是远离金融市场的很远的人都在被吸进来了？这个就是危险信号，因为后面没有接盘侠，你要卖给谁？你这个时候进场，你要找谁来接盘？好，那么这3个资产泡沫特色几乎每一次的泡沫都有。那我们现在看泡沫会成型，它有2大成因。第一个是企业的前景看好，有成长性。对，没有成长性的股票没有办法出现泡沫这个成长性呢，这个潜力呢，难以估计。到底这个市场以后会多大，会多好？2成5的成长率吗？3成5、5成6成，很难讲。有了这2大因素以后呢，行情开始有想象空间，炒家敢进来。对，是这样来的。如果你没有提供想象空间的话，炒家跟自己过不去，进来拉抬炒作没有意义嘛。一旦成长性如果可以估计了，这个东西很好，它的成长率是5成、4成、3成都可以。我告诉你，想象空间消退，股市由本梦比还原回本益比，是泡沫破掉。所以泡沫是在有想象空间，可是难以量化、难以那个敲定的情况下，有些人大胆想象，有些人就变成接盘侠，是这样来的。好，现在我们讲重点了哈，就是应用到投资上面。这边有几个重点，3句话，先讲3句话。古今中外的所有资产泡沫，最后都会破掉，无一例外。你不用跟我辩论，这是事实泡沫在破掉之前，还会继续成长跟壮大。就像你在吹肥皂泡沫嘛，泡沫破掉以前，你在吹的时候，它不是越来越大吗？越大，但是有人可以吹很大，有人可以吹很小。泡沫在破掉之前继续成长跟壮大，所以在泡沫破掉之前，你要做多还做空，不清楚吗？所以要买泡沫，如果它还没破掉再来，太早做空泡沫，你会有悲惨的结局。多头知道有多少空单嘛他要軋空，他要强制他们回补，所以绝对是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硬拉。所以行情到后来涨到后来是笔直喷出，急升以后空单强制回补认赔出场以后，没有接盘，对不对？行情就直线落体，所以你到最后会看到一个笔直上升跟笔直下降。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以后，甚至于过程中出现上影线，也是
急涨配上急跌，这个就是泡沫破掉，无一例外啊！你看看网络泡沫之前的这个道琼泡沫都一样，日经的泡沫都一样。所以你如果看到出现这样的行情的话，先不要去问为什么，就先卖掉嘛。对，就是买谣言卖事实。当你看到泡沫破掉的话，你先不要问到底是不是真的泡沫破掉，赶快跑，赶快做空，因为泡沫最后都会破掉。所谓最后到底是多久？是，有人在问我这个问题，对不对？好，我们参考一下，因为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拿上一次网络泡沫来参考一下。1995年微软推出 Windows 95，开始算网络时代来临。好 ，OK。然后呢，网络泡沫在2000年3月的时候，3月10号那一天破掉了最高点了哈。之后就一直摔，这样的看起来前后也有5年了。然后呢，你可以保守一点了哈，假设目前这一波人工智慧至少会有3年的发展，你说不要5年吧，3年好不好？对不对？你不用急着那个担心说泡沫破掉。当然了，泡沫在涨的过程中也是会有一些拉回整理的时候，但是那个都正常。我们只是说这个上升趋势可能会走这么一段时间了哈。注意哈，投资人在买一段泡沫行情的时候，他当时并不认为那是泡沫。如果他认为那是泡沫，他不敢买，一般人不敢买。他会说什么？他会说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不一样 ，This time is different。这是一本书的名字啦，有一本书啦哈，叫做这一次不一样。但是其实它这样啦，泡沫是一个过程，有前期后期之分的哈。好，只不过重点不是 EPS， 我们讲泡沫不泡沫，并不是这个获利本身，而是给这个获利多少的本益比，是本益比泡沫化，是行情泡沫化。我再强调一点，技术跟应用不会泡沫化，但是做那些技术的企业的股价的行情会泡沫化，而行情泡沫化怎么看？看的是本益比跟获利 EPS 搭配的那个本益比可能会超前。对，从金融角度来观察，泡沫吹起来的话，主要原因所有泡沫都是利率太低吹出来的，然后所有泡沫破掉的都是后来利率升太高，利率才是泡沫的重要关键。利率太低吹泡沫，利率太高泡沫破掉。判断泡沫什么时候破掉，关键变数其实是央行的控制的那个利率。网络泡沫前的那个利率是 6.5%， 次级房贷泡沫破掉的时候2007年那时的利率是 5.25%， 就是现在的利率。就现在嘛。对，这就是为什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美国联准会把利率升到 5.25%、5.50% 以后开始变得保守，因为这个。因为 5.25 开始到 6.50 这个地带曾经爆掉2次泡沫，叫做升息的深水区。深水区，所以呢，现在联准会特别谨慎，他们会说我们需要时间观察，让政策的那个效果开始出来，叫做政策有滞后性，所以我们要观望，让它产生效果。我告诉你，他们要告诉你真相是这个，有降息的期待美股会涨，没有降息的这个时候啊，美股还是涨。为什么？他说是 AI 嘛，推动科技股。科技股涨的话，带动整个全指股涨，所以有降息的期待，就拿这个当理由，股市会涨。万一没有降息的期待呢，股市还是涨，为什么？就是 AI， 因为技术创新带来 AI 带来获利的上升。说了半天，美股就是涨嘛，美股带动台股嘛，所以台股在走上升的那个趋势嘛，是这样来。所以呢，在新的时代 AI 产业的这个驱动下，台股大盘其实还有可能走长期上升趋势，这个一走就20年。我们类比一下，香港恒生指数跟日经225指数都在1万点以下曾经，然后呢，后来走上升趋势，一走20年。日本泡沫破掉前38000多嘛，香港恒生指数摔下来之前38000多。所以呢，如果你期待台湾走20年的上升趋势的话，好几年后，说不定我们会看到38000点或者更高。老师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说这走20年，你是从哪一年开始起算？比如说谢金河，他是从2017年、18年那个时候在讲。我觉得18年贸易战开始，18年开始可能开始走20年，那这中间还是会有泡沫破掉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不至于。泡沫在吹的过程中，我们回去看日本啊、香港啊，甚至于那个网络泡沫时期的话，中间会有一些拉回的时候了，因为你泡沫不能一直吹嘛，稍微要缓和一下。但是那只是修正，你认为它不算所谓的泡沫破掉？破掉一定是到最后軋空嘛。我们刚刚讲解释那如果说你认为它可以走个20年，那表示说可能在未来2-3年之内，应该破掉的可能性比较低，是不是？是，对，因为我们至少让投资人知道，至少3年之内我可以睡得比较安心一点。是，你的意思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比较大。我们知道金融市场我们不能说100%了，那当然，对，我知道。请大家记住金融市场没有送分题，所有的投资操作在你获利之余都有风险。那我们只不过说这样的介绍了这个泡沫时代的投资思考，有比较好的胜算。对，尤其是说刚刚讲到一个，如果是軋空直线上去下来的话，这个可能就是要注意，可能是泡沫破掉，还是有这种风险性的。好，今天很谢谢吴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泡沫，跟台股到底处于泡沫的前期、后期，或者以后怎么样判断这个泡沫破掉的观察指标。那我们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说你也支持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或者呢欢迎收看我们其他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